我把所有的精力和状态都放在戏里面不好吗？你看我表演的时候笑得多开心啊，对不对？我在戏上的时候，我肯定会100%投入的。我把我的精力都放在表演里，不是更好吗？我也没哭啊，哭才是不开心的。不笑不代表不开心，不笑只是没什么好笑的事情让我笑。人也不能一直笑啊。再说了，我是个成熟的大人了，怎么能没事就傻笑呢？早上没看，早上忙着工作没看。唉，但是看了集锦，我这个直播主要是做剧宣，然后再跟你们给你们看一下我最近的整个人的状态，跟你们聊聊天儿，打打招呼。对，我不需要活跃什么气氛什么的，对吧？就你想看就看，你想跟我聊天就跟我聊会儿天儿，我也不收礼物，我也不要求你们干嘛的，大家就都平常心就好了。我对人数也没什么要求，他们不都说什么不收礼物会影响直播间的这个人气吗？说是因为你不收，抖音就不推流了，就没人看你直播了。你说是不看的，这不是也1万多人在看？还原哦，来，欢迎我们的男主梁思维啊！ Hello，思维啊，那给大家再重新介绍啊，对，确实是陈诚一那个版本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那个根据33同名小说改编的短剧《我当道士那些年》今天呢在红火上线。首先是我们这个右上角的这个折耳根网名叫折耳根的是我们的导演孙听年，给大家打个招呼。Hello。然后呢，右下角的话呢，是我们的男主，也是陈诚一的扮演者梁思维。Hello， 我是演员梁思维，你们好。然后旁边的话呢，是我们的女主王一萌。Hello， 我是王一萌。然后你饰演的是什么角色？跟大家讲一下。我饰演的是林如月，我现在也在外面，我一会儿到家了，可以好好说一下。对，然后我们旁边的是我们的这个主演彭波良。我演的袁毅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李丹妮，我在戏里面演的角色呢是大反派魅灵啊，因为我是非常突然的接到要直播这个任务的，我今天全家在外面露营，然后我是完全纯素颜，就刚别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涂了个防晒，然后涂了个口红就是最起码对荧屏前的大家一个尊重啊。思维给大家多讲一下，因为你这会儿在拍戏，你比较忙，你可以跟大家讲讲你对这部戏，反正我接的时候也是挺感觉自己挺幸运的，因为作为一个书迷，扮演自己喜欢的小说的这个男主角，我觉得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人生经历。
不管结果好与坏，反正我拍的很开心，拍的过程很开心，并且呢，我也得到了我真的想要的东西，现在还供在我的家里。懂的都懂。然后呢，我觉得这一趟拍摄经历拍下来很值，然后我也在从中学到了很多，包括一些吊威亚的经历啊，都是我拍女频接触不到的，还有一些大量的棚拍的经验，还有一些武打戏啊，还有一些大量的无实物的表演。然后看成片了，和 AI 和特效结合的都非常棒。我们这部戏的特效确实是花了价钱的，能看得出来很精美，很精美。有一些特效我都不敢想，你们居然敢做，就做出来了，非常棒。我觉得确实是一部给我很大惊喜的一个作品。主要你很棒，然后珊珊老师也特别喜欢。第一次跟那个青岛合作吗？啊，导演你说。就是思维很好，很牛，然后珊珊也很喜欢他，因为我们片子没上之前我给珊珊看了，他觉得很 OK， 就是他评价对思维的评价挺高的，非常好。荣幸，非常荣幸。我感觉他演的还蛮帅气，然后人物啊各个方面啊都很完成的非常的好。对，其实挺超出我预期的，因为这个角色确实也没有那么太好演，因为大家尤其是书迷嘛，对于书迷来讲，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陈诚一。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已经是很牛逼，很厉害了。因为本来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作品，一本小说，它有很多的这个粉丝的积累，1000个这个陈诚一的粉丝啊，1000个，心目当中1000个这种陈诚一。但是我也觉得那个思维这个角色其实完整的非常的好，因为咱们这个戏里面基本上大家的角色戏份都很重。我这个角色其实在原著当中戏份是属于比较少的，但是因为导演呢想让这个正反派之间的冲突更多一点，所以加了一些戏。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发挥吧。所以感谢导演。然后丹妮老师太出彩了。哎呦导演写得好。除了打了码之外，其他都挺好的。我看我跟那个楚心燕，我们俩都被打码了，好像别的人都没打码，只有我们俩被打码。那么思维跟艺萌，你们两个在合作期间有没有什么感受呢？因为你们俩身高差还蛮多的，而且呢戏里面其实在姐姐没出现之前的话，一直会觉得你们是一个官配。这个我杨老师先说吧。我其实很喜欢的是我们我和一萌有一段打戏，虽然是就是我们俩闹着玩的一段小切磋，但我觉得那段打戏设计的还是蛮有意思的，而且把我们的性格特点也融入进去了。就是陈诚一嘛，挺调皮的，一边打其实一边还在逗这个一萌玩的这个感觉。然后一萌就是这个角色就是很认真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就是在认真的打，然后陈诚一就是半玩半打那个状态，所以那场戏拍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我想起来了，当时其实我对打戏还不是很熟，然后是梁老师一直带着我一遍一遍练，特别谢谢他。然后武行老师教的好。就是我有点紧张，就是那个时候拍打戏的时候，然后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感觉的一段戏是，就是我有一次来找你们，然后看到你们两个在洗澡。然后我就撞到头了，然后不是说看到你们洗澡那一段有意思，是看完之后，就是我们3个坐在那里，然后就是在聊那个蛇的那个
事情，那个洞里边有蛇的事情，我觉得那一段我们3个人的一个感情，一个就是微妙的一个那种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因为这一段戏，就是我们这一部剧的话，大部分都是去那个恶鬼墓啊，然后就打斗的比较多，然后这种感情流转的这种戏，我会比较喜欢这种细腻一点的啊。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段，那个有梁老师洗澡的戏，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哎，我那场刚看完他俩上半身，然后你就很害羞的过去，然后那个特别多聊，这是我的多讲一讲。思维，你作为这个男主，你可以代表我们剧组多聊一聊，因为大家我不太会直播，我不太会做这些，可能你经验要多些，你帮我们多讲一讲，做宣传。你觉得你哪段戏最难啊？我说实话，你觉得你哪段戏最难？我也不善言辞啊。我觉得哪段戏最难啊？我觉得最难的，我觉得这个戏拍的时候每一场都挺难，都挺难的，真的没有什么简单的戏。我觉得最在我舒适区的戏，可能就是一些文戏，一些感情戏可能会稍微轻松一些，然后包括我们师徒之间的这个师徒的情谊啊，之间的拌嘴的一些戏，我觉得都是很自然而然发生的，没有经过什么特别的设计，然后也没有严格按照剧本去执行，都是我和我师傅俩人在对戏走戏的时候，我俩按照那个感觉一点点顺下来的。然后呢，我觉得最难拍的啊，应该是有2部分吧，一部分是在这个，就是我们集中了几天棚拍，然后那个棚拍嘛，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么长时间的棚拍，我之前可能就是1-2场戏的棚拍经验，然后这一次真的是连续3-4天都在棚里面，没日没夜的感觉，就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的在棚里面拍，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而且是各种场景的搭建，然后就仅凭几个木箱子啊，然后几个大墙啊，就做出来还原出来了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再根据后期的那个特效再去完全创造，就是感觉就是创造出了另一个世界的那个制作模式，这个工艺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之前好歹我们拍女频是拍别墅，好歹是不说找个真别墅吧，好歹是个样板间，对吧？你起码是一个真景，你起码演员在里面是有基础的感受的，能感觉出来的。你这个我们拍棚景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几个大木箱子，然后后面是一整面大绿布，然后前面什么都没有，就全凭你自己的想象。这个真的是对于演员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太难了。然后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难的一个就是在那个小树林里面，拍那个胖子的二姐被附身的那场戏，然后在那个小树林里面有请了很多个群演老师，然后把我围起来了。那天晚上的那场戏，哇，整体都很难拍，然后天气又冷，然后大家穿的又少，那30个，我记得是30个左右的群演老师，他们是因为化的特效妆，然后也不能穿羽绒服，不能穿厚衣服，就基本上就是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那儿等了半个晚上，就为了那么几个镜头。我觉得真的是大家都很不容易，为了这部戏奉献都很大，牺牲都很大，不光是我们主创团队啊，他们这些群演老师，哪怕是只有几分钟戏份的老师，他们的牺牲也很大，但是大家都是抱着一股很大的热情在表演。当时我在现场还观察了一下，30个群演老师没有谁是抱怨过哇天气好冷我要穿外套，没有，就是大家都很有热情，都很觉得很新奇很好玩，然后等到半夜去拍的时候也是拿出120分的热情去投入自己的表演。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尤其是在摄红拍摄，它不像在横店有很多很多的群演的这个基数很庞大，你可以去挑。在摄红当地拍本来这个群演的数量就不多，你想去挑选优秀的群演老师又很难，所以能挑到这30位
群妍老师，我觉得很难得，也是我们的幸运。那场戏完成的也很好，因为这30多个里面有很多是你的粉丝啊，是吗？是这样吗？哦，怪不得大家感觉都很兴奋呢。而且这个戏当中呢，因为那个贺炜演的是陈诚一嘛，他不仅有很多打戏，他的戏份非常的多，都是每天通常都是顶天立地的，然后很辛苦。然后就是一萌呢，她是作为女主也是基本上很多戏份都顶天立地的，但相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还能有时间休息。但是他俩的基本上就没什么时间休息。对此你们两个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吗？我先说吧，就是还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吊威亚吧，就是在棚里面一直在天上，特别是王李丹妮老师一直在天上。然后我想说，我吊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回去的时候就是整个胳膊都是青的。我想知道男生也这样吗，梁老师？男生倒还好，男生轻的倒还好，他只要是因为男生可以箍得很紧，然后只要箍得很紧，他不会到来回摩擦的话就还好其实。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作为这个陈诚一的扮演者啊，我在接这个戏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了，肯定是从头到尾的，因为这部戏就是以我为主角展开的嘛，对不对？我就是。所以我如果怕累、怕苦、怕戏多，我就不会接这个戏了。所以我觉得这没什么可说的，我应该做的，我分内的一部分。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各位包括导演呀、制片人啊，然后各位这个主演老师们在拍摄期间对我的这个照顾，大家其实都很心疼我，我能感觉得出来，都知道我这个戏很多。然后怕我休息时间不够，然后有时候会调场次，就为了照顾我的这个睡眠时长，我都而且在现场有时候会担心我冷啊，会给我披衣服什么的，会问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我都非常非常感谢，铭记于心，谢谢各位老师在拍摄期间对我的照顾。必须得保护好啊！那男主角了嘛，我们戏太重了，确实戏太重了。对，那个，你看导演先夸完你，然后说下一步继续努力。这个担子还是很重的哈，四位。对，下一部戏没办法，他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国良，你跟那个一萌啊，还有思维啊，你们作为主角团，你们经常会有很多这个戏，后来就一直基本上都是你们一帮人跟我去打我一个人啊。这个你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就是个挂件儿。你挂件儿？你是高光的，你的高燃时刻还是很燃的。也就那一场戏还后面就是一直跟着他们，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就后面能不是你不，你这个很重要，你这个属于是虽然戏份不重，但是每场都有你这个也很辛苦的。我还好，休息的时间还挺长的，一天到现场打卡又回去了，跟旅游似的。但是很享受你们在一起的这个氛围感，是不是？主要是我这边是没什么空间啊，主要看他们。我真的就是跟着，就是后面多写写啊，导演。因为他的角色人物就是慢慢的展开的。前面第一部的话，肯定就是只要是以陈诚一为主，因为我们到第二部开始的话，整个以陈诚一为代表的整个一个道士天团嘛，就已经开始在主将了。其实第一部都还好，后面会越来越大，它整个一个世界观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那么第二部的那个剧本已经写完了吗，导演？你刚刚说第二部的什么？已经写到什么程度了？第二部的剧本
差不多马上3稿要结束了，然后的话呢，因为我们3稿结束就应该可以定稿了，所以说我们准备在7月吧，然后下面也会跟大家聊档期的。你对下一步有什么期待吗？比方说你的白月光是不是该出现了？然后那个也就是王一萌演的这个角色的姐姐，你的白月光是不是该出现了？我很期待呀，我的姐姐是谁呀？我剧透一下，其实第2部白月光还没出现呢。啊，还没出现呢，还要再白月光是在第3部苗疆古市的时候才出现。我还是按照那个整个一个小说的结构，因为第2部是老村长嘛。第2部戏的话，那个陈情一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并且第2部戏对演技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因为我做了一个设定，就是陈情一会附身到老村长的其中一个村民上去，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动，所以第2部的这个对戏的要求其实比第1部要高得多，因为第2部更加辛苦。对，本身第2部就很考人性，它就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一个戏，因为其实第2部的整体的剧本的故事性，包括原小说里面的故事性，就是非常棒的，所以第2部戏会非常非常像正剧，故事性非常强。我们期待思维第2部的表现，第2部挺难的。我也很期待。村长真的是我童年的阴影，写的太吓人了。我也是。其实开场都是他童年的各种，我本来以为你会用一种很美好的那种视角来展现我看陈同一啊，他整个童年的一个慢慢成长，我有点像是一个家长的这种情况来窥视着他，没想到一开场那么恐怖。你也是不是没想到那个导演会把开场是整个特效什么搞得那么恐怖？很宏大，整个画面很宏大。而且那个跟我们原先就是设想到的，就是比起来的话，就是更加的宏大，它的整个这个特效，因为我们有的场面现场会有那个图片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虚拟背景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是你做出来之后，确实是比我们想象出来的更加的磅礴，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吧，因为在一部竖屏短剧的角度上来讲，能花这么长时间来做特效的其实也不太多，所以确实我们是花了很多的功夫和精力的。只要我跟思伟一样，我们俩都是书粉，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书粉的原因才有了这个剧，包括跟珊珊老师这么多年嘛，认识这么多年，肯定会有很多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地方，这个是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但是呢，我还是尽可能吧，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到一个我们书粉层面上的还原吧。因为毕竟这个小说的世界观就很大，所以说特别吃特效、吃场面这些东西，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对这个空间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站在我的角度，会尽可能的去还原一个当时小说里面那个世界，这个过程确实还是挺难的。所以这个戏当中，导演其实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因为那个孙天岩导演他不仅仅是导演，而且呢也是我们整部戏的这个编剧，同时呢也是就是负责我们60%以上的这个特效，因为我们这个戏当中60%以上的都是特效。你想想，从12月31号我们这个戏在四川圣母杀青以后，一直到6月6号才上，这个中间那么长时间都在各种调整，一直在优化我们的 AI 然后优化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特效，然后这个方方面面都是很操心的。那个思维，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戏拍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收获？跟你其他以往的戏有什么不同？因为平时的话，你可能那个现代戏演的更多一些嘛。其实我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戏给我的收获其实最大的就是
解锁了很多我之前没有敢去尝试或者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一些拍摄经历，包括吊威亚，包括一些无实物表演，包括一些武打的动作。而且它这部戏的吊威亚的难点，它和古装的威亚还不太一样。古装的威亚也许它就是飞上去，然后摆个 pose， 然后飞下来，就这么简单。然后我们这个戏，它因为它是一个男频，又是一个比较玄幻的这么一个题材，很多特效，所以我们不光是吊威亚，我们在威亚上还有很多的武术动作要完成。你包括这个在威亚上转圈圈，然后在空中翻跟头，然后这个我的替身老师也帮我完成了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完成了很多。就这种经历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其实确实是很宝贵的一次尝试。我觉得通过这部戏的拍摄，我学到的东西以后肯定会反哺到我其他的地方。当我以后接触其他拍摄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它会变成一个我的一个财富吧，一个宝库。我觉得，所以任何经历都不是白经历的。我觉得，尤其是这部戏的拍摄，让我成长了很多，让我从一个只会谈恋爱的这么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更全能发展的这么一个男演员吧。对，所以还是要谢谢老师们给我这次机会。然后同时我也非常羡慕国良哥他这个角色，虽然他戏份不多吧，但他每场戏我都很喜欢，他出来就很帅，他出来就来耍帅，然后最后这个高燃时刻也在耍帅，而且还是把自己脱光了耍帅，就是这个角色真的是性张力满满。我觉得很圈粉，真的很圈粉。我看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我说一个角色怎么可以这么有魅力呢？他属于是硬汉型的那种角色，真是他表演的也很好。你对自己的角色有什么想法？国良，你说我呀？哎，对，你可以介绍下你的角色。没啥大的想法，我主要是不敢想，想多了导演不让。不是，你可以说出你的想法，导演正好在，他可以下一部戏给你加戏，对不对？调整一下你的想法放进去。其实想法就是跟陈诚一这边就是多一些配合，因为第一部还没有配合，我俩还是有点针锋相对的啊，就是还是没有，算是还没认可他们呢，对吧？所以后面希望有机会在一块儿，就是一手去做一些东西。哎，除了跟陈诚一之外，你就没有其他的，比方说让导演给你加个女朋友之类的？那倒是没那个必要吧。更加希望搞事业是吧？对，你这很明显是个事业型的嘛。你加了女朋友之后，你这万一是吧，女朋友把我的媳妇儿抢走了怎么办？你怕陈诚一抢走是吧？那倒是，就随缘吧。就是我反正就是听导演安排，他说咋演就咋演，他说咋拍就咋拍。哎，其实我们这个戏里面每个角色都是不同类型的，这点倒挺好的。而且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包括每个演员都是那种一看大家都能记得住。教我。导演，原著小说写得好。除了我们原著写得好，我们这个作为导演加编剧的这个，本身每个人的角色就是写的都很饱满。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戏里面有的时候是在做减法，确实没有办法像原著描述的那么细致，因为毕竟这个篇幅是比较有限的。加上我们戏的这个类型，那还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按照原著小说的话来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精彩。就反而在我们的戏里面可能受这个时长和篇幅的影响，大家可能空间还没有那么多，但我们会随着越往后面走吧，会展开的越多。哎，导演，你下面有没有想法，就是拍成网剧或者是电影呢？其实我们
横屏剧已经在准备了，然后横屏剧就是一个我们纯的AI 版的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个是就比较更加遵从于原著的，但是我们的真人版的，因为我们真人版的会一直把它拍完嘛，所以会两部都会在走，会有一些区别。就横屏会更加遵从于原著，然后因为这个确实篇幅不太一样嘛。一萌，你在剧中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蛮喜欢陈诚一的。那么你觉得，你觉得下面你应该去怎么样去诠释你这个角色跟陈诚一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虽然喜欢他，但是我很傲娇，我还是嘴上不说的那种，对，就是暗恋比较多吧。重点是通过眼神去传递。其实就是拍的时候是有点乱序的嘛，就是可能这一段我是喜欢他的，那一段我还没有喜欢他，然后就这一点就是切换的话，我还是需要一点适应。那你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你这个以你角色啊，带入你的角色来讲的话呢，你比较喜欢的是陈诚一身上哪些魅力呢？你觉得是因为哪些吸引到你？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可以扛事儿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厉害。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个事情他能不能，就是自己有没有把握，他都愿意冲出去，去为了自己的那个朋友，然后家人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现实中也会很喜欢这样子的性格。在下一部那个老村长这个篇幅的话呢，虽然还没出来，但是因为前面那个剧本大致的什么情况呢，刚才导演也说了一下。对于下部呢，你有什么想法吗？在表演上面，思维这边有什么想法？好了，什么？你刚才没听到，哎，这个卡出去了。我是说，对于下一部那个老村长这个系列的话，你有什么想法？你这边时间不多了，可以再给大家聊一下你对于下一部的一个期望吗？思维？我不知道，本儿还没给我看呢，我先看看本儿再说吧。好的。先看看本儿再说。那行，思维，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拍戏了，一直在蛮赶时间的。那么你再跟直播间的网友跟粉丝们再聊两句，就可以去忙你的了。行，朋友们没看这个《我当道士那些年》的，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一部投入了心血的作品，也是我的一次很冒险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完全突破了我的舒适圈，然后拍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并且我有很多的心得体会。然后呢，看过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祝你们这个生活幸福，平安快乐。然后我就先下播了，我这个还有戏在戏上。然后各位老师们，祝你们天天快乐，片酬不断。好，谢谢思维的祝福，拜拜。看一下也吃过啥？那么今天有夜戏，今天下班肯定不会早。
没有，其实人数掉了是因为连线会掉人数，它跟开不开打赏、送不送礼物没什么关系。我一开始不开打赏，不是也到1万了吗？他那个都是我觉得说的不准。直播间人数，我觉得和送不送礼物、开不开送礼物这个没什么必然联系，真的。我觉得想看你的，你不管他开不开，他都会看你直播。而且我直播也不是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看我直播，我直播是为了让想看的人能看到我。那想看的人，我不管开不开礼物，他都会看我直播的，我觉得就够了。所以我不在意直播间的人数有多少。对啊，真的想看我直播间的，想看我直播的人，不会因为我直播间不收礼物了就不看了，对不对？是这道理吧？有这个钱，你们就自己买点好吃的，自己吃，买点漂亮衣服自己穿，给家人买点礼物，增进一下家庭的这个成员的关系，这多好啊！大家都天天开开心心的，多好！没必要给我呀。我只需要你们的喜欢就够了，我不需要你们的钱。我作为演员，我拿工资就可以了。我拿工资拍戏，够养活我自己就可以了。还是要祝高考的朋友们高考顺利，然后中考的朋友们中考顺利。反正有大考的朋友们，祝你们大考顺利。我觉得人生关键的就那么几步，那几步走好了，就你的人生方向大方向基本上也就不会怎么有太大偏差了。就是你不需要时时刻刻都拼命，没有人可以时时刻刻都拼命，只是在特定的那么几步那么几个节点努力就够了。剩下的时间还是要享受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要开心，开心最重要。我也开心呀，我也会让自己开心的，我也会让自己开心的。因为我喜欢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我是开心的。从事表演这个东西，我本身确实是开心的，我是开心的。但是开心和累，它不冲突。就是你做开心的事也会累啊。你喜欢打游戏，你打24小时你也会累啊，你也需要休息，这个不冲突。对吧？这两个概念。你喜欢玩电脑，让你玩24小时电脑连续玩，不让你睡觉，你也会累，是不是？会享受，肯定是享受
受累也是累，客观上也是累，这个精神上享受，身体上累。你精神也不能，也是必须要以身体为载体嘛，物质决定意识。你首先物质是第一性的，你身体都累垮了，你精神上再享受你也干不下去啊，对不对？你不能说是精神上享受，你就不管你身体累不累了，还是累，客观上还是累的。尤其是干短剧本来就强度比较大。阳光我感觉也说不上吧。你要硬说我阳光，那其实阳光型的比我阳光的多了去了。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想的比较透的，比较通透的，就不会钻牛角尖的那种。想道理比较通透。天气热不热？它主要是闷，因为杭州这边湿度很高，到梅雨季了，上海、杭州、江浙沪这一片它其实湿度很高。我上次不是刷到了这个亚马逊雨林的湿度是92%，然后上海还是哪儿湿度98%，那很夸张，很夸张的。整座城市像一个蒸笼，那个湿度，人在里面像馒头一样被蒸着。所以朋友们，你们这些天如果感觉自己有点肿了，不怪你们，就是被蒸的，被蒸发了，像馒头一样，越蒸越饱满。今天杭州就在下雨啊，今天就在下雨。你们可以到时候看我的组训，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最近不是一直在增肌吗？现在也浑身都疼了哟，灯都没电了。既然灯都没电了，那我们也就下播吧。都没灯了就不给你们播了，要不然到时候切片流出去，又要有人骂我了，又要有人骂我长得丑了，骂我印堂发黑。行了，朋友们，拜拜。下次我会记得给灯充上电的。